它从2017年服役之后，2022年开始起飞，到现在没有出事。就是这个可以带210人客人的这个民航机，我还是一句话，中国的制造业是丰富所打造出来一个完整的一种座机。这种民航机有它的未来。中国商飞在开幕当天呢，就展示了他们打造机型家族的雄心壮志啊。因为在现场呢，就看到中国大陆呢这边展出了采用164座3舱布局的 C919飞机，还有呢 C909公务机。其中呢，这个 C909啊是中国大陆第一款投入商业生产的喷气式客机。那目前呢，已经向国内外的客户有交付超过170架的这个量。还有呢，中国商飞也重点介绍了 C919的加长版计划，预估这个加长版呢可以容纳210名的乘客，目标锁定的就是他们对手就是对标的就是 A321neo， 还有波音。就是空巴的这个 A321neo， 另外就是波音即将推出的737 MAX 10啊。现在这个对于这个竞争对手加入呢，空巴这边呢，他们的执行官呢把 C919， 他说这是现实存在的竞争对手啊。波音的首席执行官呢是表示欢迎对手加入，也宣称呢整个竞争对行业来说呢是一件好事情啊。聂老师，这次当然看到 C919在杜拜的航展，所以可以说是中东的首秀哈。当然大家也都看到了。那就会看到这个客机未来有没有市场哈？那您觉得 C919有办法成功的打开这个波湾国家市场吗？怎么样打开？还有就是他们的出口对于中国大陆现在因为也必须要解决经济的问题哈，它的注意会是如何？ OK， 这是谈民用哈，就跟军事就不会那么敏感啊，那么紧张。基本上呢 ，C909卖了不少，这公务机。C919呢，其实在2017年首飞的那个时候啊，我就已经注意到，那时候写了一些文章。因为C919出来的时候呢，受到很大的抨击，就是美国飞安这个组织以及欧洲飞安都停不让它进，也不让它飞国际。为什么？他说美国在中国制造就有风险性。可是他们公布出了他们一些设计出来的一种他们都要号称零风险嘛，你这个飞机就是要零风险，它不可能有完整的零，一定是0.000多少万分多少万分几0点多少，它已经公布出一个是比国际所有的防空飞机还要失事率很低的一个数据出去，可是大家还是不能接受。可你知道，它从2017年服役之后，2022年开始起飞，到现在没有出事，就是这个可以带210人客人的这个民航机，其实它有它。我还是一句话，中国的制造业是丰富所打造出来一个完整的一种座机。这种民航机有它的未来，好，可是它有它的问题啊，因为很多的技术或一些东西，像刚才我们文家讲到一个叫引擎啊、发动机 generator， 它要靠美国，它一直要靠美国，你知道吗？美国那个 CFM 国际这个 LEAP 这个工，它就不给你，你知道吗？它5月不就是暂停了？结果后来当又解除，为什么要解除？因为这两边谈，这还属于经济问题，没有那么敏感。所以假设中国有了底气，好，不管在稀土或怎么样跟美国谈判，它还是会放。所以在也就是这属于民用的部分呢，就像之前稀土不是也会放给福特汽车，已经都快倒厂了，还是会给它民用的。所以这属于民用，就不会好像就会有被勒到角落，让你起不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是不是有未来在波斯湾打出市场的可能性是非常有的，因为它只要当然它的安全系数，必须是他自己讲的是这么的安全。你讲飞机要干嘛？就是第一个，当速度你要多快不可能，就是已经够快了，但是飞安是最重要的，对啊，飞安还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这个引擎在这个国际交换它能拿到的时候，它就有人量产。它现在产的也不多了，它只有本土的3个航空嘛，这个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3家用，它也不会用了10几架。它现在已经在今年10月底嘛，就现在才33架。今天因为它之前有被人家限收，包括这个今天刚讲引擎这个问题，将来它如果这个能够升级生产，再加上它现在我们讲基建狂魔这种国家，制造业这么丰实，所以我觉得未来这种市场打开是很有希望。现在就会看这个全球市场一向都是双霸所占领哈，就是说空巴一个是波音啊，现在就加入了中国大陆的 C919之后呢，未来的这个整个版图会如何的改变呢？大使觉得？那我觉得这个 C919它只要累积一定的这个飞航的安全数据以后啊，那它就比较可能获得这些两大这些标准制造、标准制定者的国家的这个跟国家地区的一个适航证的给予。对，那一般说起来，欧盟可能会比较先给。那不过这个飞机事实上你不是那种所谓的洲际航线使用的，它是所谓中短程的。是中程的啦，大概飞4500到5000公里，它没有办法飞到更长的距离。那所以它是这种城际间的，或者你大国国内之间航线使用的。所以这个飞机一出来以后，事实上中国3家航空公司买了很多架，
100多架了，订单非常的多。可是问题现在其实 C911的产能还没上来，你今天获得大量订单，它也没有办法交货。那为什么它这个飞机它要慢慢的累积它的安全数据以后啊，然后它要得到欧盟的4航证，要得到美国的4航证。对，那其他国家就会跟进，因为美国跟欧盟的4航证的发放的这个标准是各国依据这个判断这个飞机的安全性的很重要的一个国际因素参考的数据，所以呢，它也可以在一些国家进行突破。《纽约时报》最近报道了，美国商务部已经暂停部分美国企业向中国大陆国营航太企业中国商飞销售产品与技术的许可，包括了和这个喷射机相关的引擎、半导体，还有呢某些化学物质和机械相关技术。而这些产品呢，根据了解都是用来生产中国大陆自主生产的国产飞机，就是 C919 的客机。C919我们知道是中国大陆自主研发生产的，波音737还有空巴 A320是同等级的客机，在2023年呢首次搭载付费乘客。那么 C919多数的零件，包括引擎还有飞控关键元件，都是来自于美欧的供应商。而目前呢，中国大陆想要自行生产足够数量的 C919，因为根据媒体的报道，就是在3月份有个最新报道说 ，C919呢在2025年的产能是从原本计划50架，希望能够提升到75架，一年就要做出这么多的量，上修的幅度高达50%。好，但是呢，几个问题，包括技术质量和这个部分，因为呢。这个 C919这架商用客机最重要，我们都知道飞机其实最重要是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那 C919的发动机呢，是采用美国奇异还有法国的赛丰集团合资成立的一家公司叫 CFM 国际，他们旗下联手生产的 LEAP 发动机。好，可是大家也会很好奇的是，现在看到包括中方这边呢，就是歼35是5代机，可是包括像现在6代机都出来了，所以战机这个发动机都能够生产的出来了。可是为什么商飞这边的这个客机发动机却是要不断的透过采购？所以纪文兄，你了解这个商飞的，就是商用客机跟一般的战机在发动机上特别有什么不同吗？其实商用的发动机和军用的发动机，其实功能和特质还真的很不一样。那军用的发动机，它强调的它能符合它设计的需要，比如说推力够大，然后这个能满足战机那载弹、航程，它相关性能之所需。而商用发动机不同，它强调它有很好的经济性、很好的可靠度，让采用它的飞机。在使用的时候能够飞得够远，使用起来油耗更少，这样才可以让这个作为商用客机，它在营运的效率上能达到最佳化。说白了就是让航空公司赚钱，而军用飞机赚不赚钱其实不是主要的需求这就是注定了商用发动机和军用发动机，它在设计很多这个制造上很多理念。和它的逻辑的不同那当然就是刚才主持人有讲到，中国大陆这几年在这个军用发动机好像获得很多突破比如太行系列、太行 B 型、C 型一连串，还有涡扇15，那涡扇13等等，那陆续都获得一些突破。但我必须讲由于中国大陆在发动机过去几十年来，那它的力度不够，获得突破不够。特别在商用发动机，它还是这个处于一个目前在克服许多问题、在攻关的状态。比如说 C919，它确实有考虑到未来采用中国大陆自制的商用这种大涵道比的发动机。比如过去几届珠海航展，它就公布一个叫 CJ1000A 型这种大通道的这个发动机，就是为了供应 C919使用。而且据说最近它很多好消息不断比如说超过1000小时持续运转而没有发生重大的瑕疵。但这样的发动机它还是需要假以时日，比如一系列的测试。
这个是没有捷径的，是因此它目前正在与时间赛跑，短期内要这个装在 C919上面，规避叫 LEAP 发动机对它的制约，我认为短期内还是难以实现。OK， 哇，很完整哦。这个是从技术层面去分析啊。那另外从市场层面来分析的话，我们来看2025年呢，上海两会，上海市上海市人民大会的代表。中国商飞的副总经理叫沈波，他说呢，2025年 C919产能将会达到50架。那刚才也特别提到哈，他们预计呢出厂至少要达成30架的目标。那也积极的向海外市场发展，包括看到今年1月呢，中国商飞行销中心的副总叫杨洋，他表示说，公司目标最快在今年的9月份，因为根据报道说呢，今年9月就可以得到欧盟的认证。到2026就要让 C919的客机在东南亚来执行真正的这个飞行任务。所以瑞士管理发展学院的院长叫巴赫，他就强调说，飞机制造业是具有政治影响力，而且是非常大的政治影响力。所以呢，购买大陆飞机呢，不仅仅是商业的选择，还会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涵。大使，我请教你哈，因为所以。对照来看，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美国商务部在这个时候呢，祭出相关的零组件的管制，就是要卡中嘛。那但是会不会太早就亮出这个底牌，还是说把它当成是一种筹码？因为现在美中不是还在90天内吗？您觉得？我觉得都有，一方面也希望卡，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的研判可能就跟稀土的谈判是有关系的。因为中国大陆对 C919是寄予众望，中国商飞除了909、919还有929哈。那所以这个是中国大陆一个旗舰性的一个经济发展或者工业发展的一个项目。不过我觉得这个飞机它当然就是技术层面考量之外，它当时它在整体在设计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要让很多国家就是说雨露均沾，就是利益共享。所以这艘飞机不像中国大陆的战斗机，它可以做到100%的自制，它这个大概的自制率在50%以下。那所以这架飞机的事实上，除了引擎，它的航空电子、控制系统、通信、起落架什么不是美国的，就是法国的，要不然就是德国的起落架就是德国的，好像它的控制系统好像也是德国的，所以这架飞机就变成它是一个国际合作的产品。那因为什么？因为你飞机你做出来以后，你要能够飞到不同的点去，那这里面就是说。美国的适航证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其他国家看美国给的适航证，它就发适航证。那还有欧盟的适航证，对。那欧盟适航证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这架飞机多卖一架的话，美国跟欧洲都赚到钱的话，那他会希望你多卖一点，要不然会绝对给你封杀掉的。你像现在世界上有2个本来可以跟这个美国跟欧盟的这个相抗衡的，一个是加拿大的邦巴迪亚，对，邦巴迪亚后面有英国的资本，也有美国的资本，可是呢，它也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另外，过去还有一个叫巴西航空，对不起，已经挂了。就是说波索纳洛的时候有人说他跟美国人合作把巴西航空干掉。那所以现在能够去跟美国、跟巴西，就是说欧盟这2个航空巨人去抗衡的就是中国大陆。你想想看，卧榻之下岂容酣睡如果没有得到利益，我绝对不会给你任何的这个适航证。欧盟最近的暗示说2030可能给你，这里面还是你的大部分的这些这个重要零组件不是法国就是德国的，这个情况之下。你卖多一点，我也赚钱，对，要不然不可能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在技术上，还有就是说市场的考量上这个 C919是一个非常前途是非常是非常困难。可是它的希望在哪？中国本身的市场够大。对中方来讲，其实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大的一个测试的市场了那当然说穿了，刚刚提到就是特别是稀土这部分，接下来的谈判，那其实都是筹码谁的手中筹码多呢？谁呢就可以谈得比较顺利那当然这个我们说减缓 C919的大量制造生产，或者是说你去防堵它的出口销售就美国来讲，当然它是希望能够为波音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更大的机会跟空间，但是到底能拖多久呢？另外就是特别在东南亚跟欧陆市场，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大陆制的相关商品从小到手机，大到现在我们提到的 C919，其实都在强调是性价比确实是很高的。
哦，当然啦，其实在中国呢，它要去就不管是发展或是推展它这个C919，其实也面临的刚刚大使所讲的，就是最近的一个新闻哦，就是因为川普为了要抵制中国的一个稀土的一个出口，他准备也要把这个 C919的这个一个引擎出口给停掉。你想一个飞机没引擎，那怎么飞？怎么量产哦？那可以看得出来哦，在这整个一个中国它要推展这个飞机的过程中，最大的就来自于美国的一个阻力哦，一个阻力。那当然它一有阻力的话，那当然它就交不出，你没有引擎，你没办法再继续量产嘛，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在东南亚，它市场它是非常的，我觉得很现实哦。它其实它也会顾虑到美国的立场，如果美国硬是要塞波音的话，他们一定会用一个理由来拒绝中国，就是你没有拿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适航，就是包括这个欧洲航空安全局的一个认证嘛。对，你没有认证，我就可以推掉你。美国的波音公司啊，这个最近几年真的看到状况频传，这个制造飞机的效率太差，就连川普都看不下去了。因为川普在2月19号呢，他就不满波音公司延付交付2架准备要作为它的座驾，这个空军1号的7478型的客机，于是呢，他就考虑说，干脆买2手飞机啊，也是波音的啦，就拿来做空军1号就好了。这个波音延误交付的2架7478型呢，是在川普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就下单生产的，可是波音公司呢，却把交机的日程从2024年推延到了2027年。所以呢，难怪这个川普对此啊，就说我对这个波音公司啊不满意。好，这个真的很难想象，2024年本来要交机的，结果呢一直延到2027年啊，可以拖这么久，到底波音出了什么问题？大使您觉得？波音的讲法是说，它这个747的很多零件供应商哈已经倒掉了，所以它这个零件的供应哈现在出了问题，所以川普会有一点起疑，就变成啊，你当时川普是2021下的单，你是说2024要交货，是，当然就变成就川普2025就下台了嘛，对不对？他20251月就下台了嘛，对不对？那你还可以说到了这个哈，到了拜登他也不想换飞机哈，那就拖着，所以他从2024的时候，本来2020他就拖到2027，对。那你问题，川普一上台以后就想起来他当时订了个飞机，结果去波音又说不是2027，2029，那再往后2年啊，2029就是川普要下台的那一年啊，是故意的吗？那川普你说他不火吗？他就是想说你是不是就是不想给我这个飞机，对不对？我每次快下台，你都要在我快下台之前才给。对，你2027的话，我好歹还可以做2年。对吧？我现在2025到2027，我还做个新飞机，对不对？那你现在又跟我说又要拖2年。原本你说他2025是他本来觉得他可以连续执政的，对啊，结果对啊，所以川普事实上是很火，不过现在这个说法，其实747其实已经波音是好像是并没有它的生产量已经都在控制了哈。那就变成它那个飞机是头是翘起来，以前我们常坐，以前我们华航有747，它有2层楼的，你进去以后还要上一层，那上面是头等舱、经济舱、商务舱，那很舒服的哈。那就变成这个飞机事实上话，它其他的宽体客机都已经取代了哈。那所以就变成到底是什么原因？波音我想也不会讲实话。那可是川普这么敏感的人，他会想说你就是不给我做是吧？那不过就变成就是说波音这个飞机，说实话，他今天总统的飞机都可以这样玩，你就知道这个飞机这个公司有多皮呀，对不对？所以他去年2024的时候，他的总亏损已经到了120亿美元了。然后呢，美国现在很多朋友，第一个坐飞机的都在讲说，出事率太高了。出事率太高了，它过去都是737的飞机，最近哈，当然摔的是别的飞机哈，可是问题是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然后川普又曾经说，美国的 FAA 啊，航空管理署哈有大问题，他们的 DEI 啊，这个哈非常的有问题，就变成他的里面的员工的选用不是靠他的能力，而是靠怎么样？靠这种哈。性别公平化，然后这种多元化、包容这3个原则去取的，
所以就变成美国现在这个整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公司也很皮，然后呢政府里面也出了大问题。那川普现在要整顿，那我也觉得很好，很有趣啊。就看他们逼这个波音交出这个飞机。不过川普也很聪明，他说他现在可能想要去买一个旧的飞机，因为他自己做的那个飞机事实上已经35年了。他那个波音，他那个总统，对，也太老了，都危险。对他自己做，川普有时候可能自己想说，算了，我不要做空军1号，我自己那一架比这一架还好。所以呢，我觉得就变成美国，你看做总统的也被公司这样玩成这样。对。然后呢，所以这个国家是不是有的时候在想说，川普这么想改革是不是也确实有他的那个大环境的背景啊？大使讲说整顿是好事啦，因为对波音来讲，你要提升你的声誉嘛，不然的话，你这个飞机一直出状况，其实就会影响到你的销售啊。好，那相对于这个波音现在讲说连2架给总统川普的这个空军1号都延缓交机啊。那对照，如果我们看中国大陆他们现在自主生产这个国产的 C919呢？目前正在快速崛起啊，预计2025年这个 C919的产能将会达到50架，而且就连空巴的行政总裁叫做纪晓姆·弗里，2月20号他也表示说，生产 C919的中国商飞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空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当然，这也打破了空巴在飞机制造业本来都是双头垄断，因为空巴向来这个竞争对手就是波音那使得飞机产业呢从双头垄断要过渡变成3足鼎立的局面，所以现在就变成又是一个新三国了文佳老师，你看 C919为什么能够这么快速的进步？它的关键是什么？那当然啦，其实10年磨一剑啦，因为它其实是2007年启动的这个专案，这个 C919这个飞机研造的一个专案，然后到2017年的成功首飞，然后到2023年的5月正式投入营运了。那其实这么快速这10几年来，它能够异军突起那当几个因素，第一个是长期的这个技术累积嘛，因为其实中国的军机也好，其实他们都能自制的嘛这没什么问题。第二个是政策支持跟市场需求，因为我讲的中国政府的支持嘛，然后还有市场需求，因为你像中国这人这么多对不对？它当然就高铁不够用，还有飞机，尤其飞机更适合这个城市之间的一个接驳对，那当然还有国际市场的机遇因为这个波音737MS 这个系列呢，飞机有些安全，所以那当然就是这个一个机会是空档那加上一个生产力的提升它预计呢在2022年它的提升要提升到50架，就是1年要生产50架。这是相当惊人的，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如果说要去挑战现在波音跟这个空中巴士，我觉得还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供应链依赖其实，在客机里面呢，最重要发动机跟航电的系统呢，其实它还是依赖西方的供应它不是100%自制。那此外还有国际适航认证的挑战，因为毕竟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国际认证嘛。第三个是售后的全球服务因为现在还没建成。只在国内，那如果以后他要飞国际，那可能就需要全球的一个售后服务的网。第四个就是品牌的信任度跟市场的一个信任了因为有些人会像我们搭飞机，你就选择比较大的航空公司去飞，一样的道理所以我想呢，它既有它崛起的因素，但是如果它要变得加入真的是3国的话，那可能在这些有些关键问题上，它还是克服。对，这就进一步要问，那王老师又怎么看呢？就是中国商飞在加入这个商用飞机现在包括像是客机、货机这样的一个市场，多年我们看到都是双雄垄断，就是空巴跟波音。那现在3足鼎立产业生态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因为垄断通常会造成就没有效率，因为我市场是固定的，所以我就不会投入很多东西，然后也没有竞争，没有压力。但现在你看波音出了很多问题，过去的空中巴士也有一些问题。那加入以后，当然会有竞争，你要效率提升，可能成本降低，对全球的航空产业，甚至对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好事了这一个就是这个正面对中国大陆来说第一个是说它可能会进来瓜分市场嘛因为最近刚陈老师也提到，就说整个的一些空巴开始这个可能最近他交了大概东航是100架大概每一架是1亿美元，大概100亿美元，未来可能还会生产1000架到2040年还多少会生产1000架。另外一个除了 C919，还有 C929。
对空巴、对这波音都是很大的挑战。哈，所以呢，美国有开始讲说，这个中国航空工业对整个这个的冲击，对美国的冲击，甚至超过晶片产业，因为全球航空产业的产值大概1兆美元，其实晶片产业大概只有6000亿美元。哦，所以它比它还多。台积电就你看，台积电占了3兆嘛，哈，3兆就是3000亿美元。哈，我们还看到了 C919首度亮相到这一次春运的任务当中啊，包括了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等等。共投入了16架来执行春运航班的任务，而 C919的后继者们也很有话题，像是 C929会是中国首款洲际的宽体客机，将配备100%的国产发动机，完全自主研发。而 C939呢，已经在前期的研发阶段了，甚至计划要在2049年推出具有超音速能力的 C949。可见中国民航的愿景蓝图想法很丰满，但现实是否会很骨感呢？我们先请教尚志哥如何观察这一次C919它的当前的推展，以及这么多的后续机型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才有机会跟波音、空巴3分天下？今年春节其实这个就可以有16架，特别是从上海飞北京啊，然后飞到成都都可以做到这个 C919。当然，大家对于中国大陆的印象 ，C919不是就是2024年这1年来的事情，怎么现在喊到 C949了？所以在中国就是这样子就描绘愿景，我们不能说夸口啦，当然必须得说，它其中还是很大的关键，就是在今年的2025年的1月1号元旦的时候，大家已经在中国大陆的民众已经看到 C909的飞正式飞 ，C919也正式飞了，而且。其中最大的关键是，原先 C919在早先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用美国跟法国合作的这个 LEAP-1C 的这个引擎发动机，但是呢，现在已经全面改成由中国大陆全部100%自制研发的 CJ1000A 的这个新的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已经成熟了。那未来新的 C919再生产的就会换到整个中国的发动机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大突破C919在前2年我们在做新闻评论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觉得距离波音、距离空巴还很大段路远吧？对。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这2年的部分，无论中国大陆的军机的发展也好，乃至于现在民用航空的部分，特别在发动机的部分，真的是很难以想象，与时俱进。我想关键就是这 C919的这个引擎，现在所以无论929宽体的已经具体的规划，包括时程甚至设计都出来咯。然后再留下还到 C949、949中间还有939也会有939是929的再 update 一点点。949什么概念呢？就是包括它的超音速。我们做超音速的飞机又怎么样？最近都有时候还有在论述说，从北京在上海超音速已经有试飞的这个可能性，双层双通道或者是全新的布局设计，3通道都有可能。所以这种新的愿景。虽然我们现在听好像是不是想得太远了，可是我想最关键，当你的这个引擎已经做出来的时候，再加上今年已经正式的运营，要知道中国是这样子，还没做之前，你可能觉得还在雾里探花，但是活生生的东西做出来，正是在用的，就像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最近在海军、空军一样，与时俱进，1年后都是超过难以想象的。所以这里体现的还是中国大陆现在整体，我想不只是他们的科技。航空业的最大的关键，它不是飞机而已，它包括航空业，涉及到观光业、制造飞机的制造业，它就像汽车业是民间地面上带动引擎，航空业是一个国家整合航太技术、产业跨产业，还有最先进的安全，像他们现在就有一个监控系统是非常新的，叫做南航天童系统，来监控所有一切。据说是跟现在波音跟空巴是完全不同的思路所以越南很快就会用到 C919了。所以国际线有可能真的在2025年，我们看到越南之外，其他国家也会开始采用了。是。好，我们再来看美国这边的这个航空公司，波音他们旗下的最新一代机型777系列测试计划是终于重启了。那经过2024年发生的发动机支架问题后，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停飞嘛。那777X 这款新机型对于波音来说真的太重要了，这是否关系了它的口碑跟未来能否谷底反弹，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干哥怎么看这架波音的777X 重启测试后？非常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777X 它就是7779，777-9就是美国波音公司能不能再拾回信心的一架飞机。
他去年是遭到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他飞到一半的时候，还在测试当中，他发现引擎的支架那个数据不对，飞行员还没有感觉到，但是电脑告诉你这个支架有问题，有问题了啊，所以他那个时候下来就想说，好了，你又回到你的技术层次去，我基本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但好在它是测试当中。因为波音777的前身，不管波音777 200ER 或是300ER，在全世界的主要航空公司的口碑都很好。可是787 Max，787 Max 跟737 Max、737-800不断出事情，对，只有777是最后的愿望，最后的希望，最后的希望。所以这是1月16号重新恢复测试之后，加强了波音的信心。但是波音今年其实很惨哎。因为他就说去年一整年啊，他总共交付348架飞机而已，他减少了35%，也就是说飞机是越做越多，因为订单越来越多。你知道现在欠多少架飞机？波音的订单上面有 list 的要交的飞机5595架，快要5600架，这么多飞机交不出去，什么时候才交得完？在12年才交得完。波音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但是订单还是在。你了解我意思？空巴呢？空巴2024年必须交766架出去，结果空巴交了760架，只有6架没交。那个一比，我跟你讲，那个纳斯达克一看就知道那个股价不能比嘛。所以空巴当然它的规模没有波音那么大，空巴在全球的那个市场当然不是波音的对手，可是空巴的安全系数比波音高得多，那当然你就没有话讲了，对不对？所以将来就现在奥伯格是谁？奥伯格就是波音新聘来的 CEO， 说不会再坏了，不会再坏下去了我会想办法振衰起弊把它给拉回来。但真的拉得回来吗？因为这是整个技术面跟供应链的问题，以及它的工人熟练度的问题。这个没有再用3-5年的时间的话，你是拉不回来的。我总觉得波音不要再掉下去了，因为已经去年底2件事情，什么舱盖会飞走，然后济州航空会这样连那个起落架都没有放，等等这些问题都造成波音股价的跌宕。所以我认为说，好，看看奥伯格他能不能够改变真正的情况。然后美国运输部长杜飞他就说，我们会努力寻求，美国运输部长努力寻求全球对波音再拾回信心的一个运输部长要替波音背书，你就想太大了，不能倒，就是这样。好，我再来观众朋友带一个有趣的话题这个谍报片真实上演。1月12日，法国电视台播出了纪录片《法国中国的秘密战争》，揭露了中国在法国进行了许多窃取高科技、军事技术到渗透文化或是政治，甚至操纵航太产业，透过聘用退役的飞行员等等，来窃取欧洲的卫星导航数据，还有偷窃我们刚刚提到的空巴他们的设计。这个纪录片一经播出立刻震惊了法国社会，他们见识到了中国间谍无所不在的危机。好，委员如何点评他们法国拍的这一部纪录片，还有他们的情报机构所揭示的内容跟法方采取的反间谍活动，真的有偷到那么重要的东西吗？如果真的话，对法国、对北约会产生哪些不可逆的影响？谢谢，因为有这么一个节目，这个题目丢给我，我看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所以呢，我也去看了一下，去找了一些资料，把我找到的资料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这是一个在法国M6一个电视台，这个电视台是专门做娱乐节目的，做娱乐商业的，从来不是在做政治评论，做什么的。而且呢，这个电视台展现很有趣，它整个的节目里面完完全全是法语发音，没有英文字幕，也没有法语字幕。那所以它基本上就应该在这个台这个题目是当做一个有趣的，这个大闷锅怎么了这一类的有没有？这一类的节目，那我们呢就把它当做一个很 serious 很严肃的一个题目来看。那首先我把这个定位把这个定位先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看它的内容。我对它整个的题目的内容很简单，是标题耸动，内容拼凑。什么叫标题耸动？我操，
中国什么谍报什么，我靠，这听起来看的对，很可怕，很可怕的样就在你我身边子的感觉。那内容什么叫拼凑？因为它最大的特点是，第一个把常态啊变特例。什么叫常态特例？譬如说中国的电动车现在很成功，对，日本怎么办？一定买中国的电动车拆开，从头去研究，到底是什么情况。所以呢，我买的东西来拆开做逆向工程，这个简直就是业界的常态。所以中国要发展飞机，会拆波音，会拆这个空巴，那是合情合理。他不拆啊，那才叫奇怪了。那但是他就认为这个就是这个窃取自然来。比如说在讲伽利略，当时呢，中国在发展北斗的时候，确实是跟伽利略要展开合作。可是到了最后，完完全全欧洲跟不上中国的这个步伐。那美国呢是把中国在这个部分是全面的封锁。那这个情况下，完完全全都是一个一个自己摸索出来。所以目前呢，整个的情境是完全呢是没有办法来做比较。至于什么军事人员流失，这开个玩笑的讲吧。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没有去应用外国的飞行员的？带观众朋友来了解中国自主研发的 C919大型客机话题。这架飞机首度执勤从上海到香港的航线了。对于这个飞机的宽敞感啦，还有乘坐体验呢，香港乘客们普遍是给予了正面的评价。不过后勤端哦，就有一些挑战性了，因为香港现在只有1名的这个持牌工程师，他负责维修 C919这个机型。所以说 C919的维修人才短缺，这个是需要克服的。另外还有能否通过欧盟认证，真正打进到西方市场，这才是对 C919的终极试炼。季大使，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这个 C919目前呢要推向国际的进展，还有多少的这个多久跟它的这个实力要做到，才有机会足以威胁到像是波音啦，像是空巴现在2强这个鼎立的局面，成为国际市场航班的新玩家。我觉得就是说 C919它基本上打入一个已经相当成熟的航空市场啊，那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波音跟这个英国欧洲的空巴哈2分天下的局面。对，事实上本来留给它的空间就不大，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做这种所谓中短程的这个航空啊，只有2家，一个是加拿大邦巴迪啊，等于说英国的这个背景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巴西航空。巴西航空已经快挂了啊，被美国人用政治手段从波索纳洛的手里把它挂了。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美国和欧盟2个是无所不用其极，在这个要强占这个市场。中国的 C919，我认为它进入国际市场的，它只能先从一些区域的市场进入，然后才能打入欧美。我觉得最后才是欧盟，最后才是美国。那他们就是说要给你适航证，就是说我不让你飞，对啊，但我有很多什么安全的什么标准在。那 C919目前累积的才6000多小时的飞行时间啊，这个对西方这些长久国家，你这个远远不够，远远不够。然后另外一方面，虽然这架飞机是利益均沾的飞机，也就是它的自制率只有50%，另外50%引擎是用美法合制的。所以卖一架飞机，美国也赚钱，法国也赚钱，这已经是一个战略的考量。另外，它的起降系统是用德国的，还有它的内部的这个导航系统也是用欧洲的。所以事实上的话，其实是大家一起赚钱的概念啊。中国不是做不出来，可是问题就是说，因为它会挑战这个很大的市场。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会比较先从东南亚市场，还有中亚市场，甚至这个俄罗斯的市场可以得到一些突破。这些国家会给适航证，给了适航证，它才会买。那你要进入到欧洲甚至中东的市场，甚至南美洲的市场因为它本身自己的国内航线比较少，它还是要飞跨国的航线所以是比较困难的。好，刚刚你认为波音在经历了2024年这么多一连串的事情之后，从管理到飞安等等，他们还能做些什么来停止这股不信任的漩涡还在持续的扩大？不是，你今天已经就从那个就说737 MAX 如果我们现在拿起来看737 MAX 这架飞机，其实老实讲一句，就是波音的新希望嘛？为什么？因为波音737现在有4400架飞在天上，我们现在讲完话1.5秒就一架飞起来了，再1.5秒又有一架降落，就是如此。这么多飞机在天上，你济州航空发生这么大的空难事件，这个已经是没有理由可以解释了。
也就是波音公司你不是直接来关心的 ，NTSB 美国那个运输安全委员会都应该要派人到现场来了。我相信接下来一定要来的。波音的技师也要跟着来，因为每次发生像这么重大的空难的时候，都因为整个济州航空的空难事件，它的样态都不是正常的空难会发生的事情。你怎么会没有放下起落架？当然它没有办法卸掉那个燃油，因为载体客机没有办法卸掉自己的燃油。但是我们就觉得说，它有很多方面都是不正常的。那你波音737 800这种飞机本来是什么？本来是非常让人家信赖的飞机，但是你在这个去年，从737 MAX 发生了2次重大空难，导致346人死亡之后的2018跟2019年之后，现在换什么？换波音737 800这个被人家信任的飞机，一直造成空难事件。所以我今天就是讲嘛。我今天就想说，你怎么会737 800哈，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它在阿拉斯加航空的那一架飞机，它的那个座舱门，它竟然在空中喷飞，后来就发生不知道多少次类似的事情，再来就是发生起落架的问题，造成了去年这个8月到11月这个长期的罢工，最后波音是好，我认了。我用这个加薪38%来让所有的员工再回来上班，不然的话，我跟你讲，波音到现在就停摆了。可是这个38%的加薪是4年才做得到，不是我马上就加给你啊，没有那么快啊，因为波音赔钱嘛。当然，你要知道是标普还是穆迪，他们都有讲，他说这波音今年它已经足足亏损了26%。那真的在这个美股上面一看，哇，这个绿的太可怕了，是谁？就是波音。可是波音它又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公司的性质非常特殊，它就算它的季度股价赔掉32%，你还是不会让它倒的原因，它跟英特尔一样，不能倒，大到不能倒，大到不能倒，尤其你是军工复合体，所以不能给你倒。可是波音一直在出这样的问题，虽然说最近有讲说效率已经开始有提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已经换了执行长来了，换了一个 Altberg 执行长来，他其实是真正有进步了。但是对于波音整体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济州航空这件事情没有好好解决的话，问题还是会一再发生的。那我们点评波音在民航界，不管是决策的失误、设计的失误也好，是否反映美国这个国防工业潜在的问题，还有包含五角大厦过度依赖波音，会不会埋下美国国家安全的隐忧？那如果他们不做一些大破大立的整顿跟反思的话，张军认为波音还有机会重返荣耀。因为最近这个济州航空的事情都吸引大家对波音的注意。其实波音是美国军武的一个很大一个生产商哈，包括爱国者3号都是爱国者3的这种导弹都是他负责生产的。那另外有很多军用的武器都是在生产。那当然，这个爱国者2号在这个曾经发生过一次很大的一个军事上面一次很大的灾难，就是在波湾战争的时候，爱国者2号飞弹没有对伊拉克的导弹飞毛腿飞弹实施拦截，所以造成整个军营被飞毛腿导弹击毁，然后阵亡了50几名的美军的官兵。那次事件之后，当然那时候美军来讲的话，波音公司有去调查，到底什么原因？后来他发现说是不是这么简单？你是拦截就拦截，因为它没有变换阵地，那必须要跟天上卫星能够连线，然后他才能够知道说是这颗导弹是什么时间发射的。那我讲这个就是说，以前来讲的话，你感觉到波音来讲，他们还蛮专业、蛮敬业的。对。那接连发生这么多的这种飞安的事件来讲，我们不得不怀疑。这到底是几率的问题还是科学的问题？几率你可以说是这个运气不好嘛，这个因为飞行员操作人为的问题，或者是说某一个这个地面上面的这个地形来讲出了问题，基于运气不好。但如果接二连三都是波音在发生，而没有其他的空客没有那么多事件来讲，我们不得不怀疑这就是科学。什么叫科学呢？从飞机的设计开始，飞机的组装到维修到保养到人员的训练培训来讲，这都是科学的问题。
那如果说是这个是一个科学问题来讲的话，我们不得不担心说是波音它在航空工程，除了说飞机之外，它太空的工程，然后甚至于它的这种军武方面、武器方面，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出现？就是这个科学家、这些维修的人员，他维修飞机，他用偷懒，他用便宜的零附件，或者是他的工程人员没有经过很专业的训练，他为了节省经费，不用资深的工程师，而用一些这个比较便宜的临时的新手，然后用比较低的工资。据我了解波音他们用的很多的工程师，现在是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来替代他们自己本身的成本，因为他们自己工人比较贵。那